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呀！我们又在新的一期视频中见面了。这期视频的内容呢，我们主要是聊一聊电影中的拍摄角度。为什么我们要注意到角度这个问题呢？因为从理论上来讲，我们所拍摄的对象完全可以随便从一个角度来进行拍摄，但是导演他却单单选择了某个特殊的角度，其中呢必定是存在着导演的一些考量的。因此呢，在这一期视频中，我们来简单的聊一聊不同角度的镜头它所承载的情感内涵。首先，如果按照人的正常水平视线来分，摄影机的角度可以分为4种，分别是平视角度、俯视角度、仰视角度和倾斜角度。我们先来谈谈平视角度。顾名思义，平视角度就是我们水平直视看东西的样子。可以将摄影机想象成人的眼睛，当摄影机和拍摄对象在同一个水平高度的时候，它所拍摄的画面就是我们正常平视的效果。从这个角度拍摄出来的画面呢，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事物是十分相似的，所以说这种角度也更加的客观，很少有导演的个人情感在里面。在平视角度中可以分为不同的情况，第一种是正面平视。此时摄影机是位于拍摄对象的正前方，观众很容易看到画面中所表现出的重点内容，特别是在人物特写中，角色的情感变化清晰地展现在荧幕上，使得观众此时更容易被角色的情绪所感染，沉浸在剧情之中。第二种是背面平视，此时摄影机是位于拍摄对象的后方，相较于正面平视，背面平视你所获得的信息是十分少的，因此呢，这一种角度往往能够制造出一种悬念感，充分调动观众的一种期待。比如说，在悬疑片、恐怖片中，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一种角度的运用。第三种是侧面平视。侧面平视也叫动作运动角度，常常用来表现角色对话、拥抱、打斗等等场景。当表现物体运动的时候呢，采用这一个角度往往能够让观众体会到速度的一个快，因此呢，整个画面是十分具有动态美的。此外呢，侧面平视也可以用来表现一些浪漫的情景。此时角色的侧面轮廓可以完整的表现出来，观众既能够看到人物的视线方向，也能够看到他们脸上的微表情，非常具有一种造型美。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第二个大角度，也就是俯视角度。此时摄影机位于拍摄对象的上方，就好像我们从高处往下看的样子。这个时候呢，拍摄对象会大幅度的压缩，会显得十分的低矮、渺小。因此呢，这个角度往往是包含着创作者鲜明的情感倾向。它可以用来表现拍摄对象的弱小，也可以表现人物遭受某种威胁却无法摆脱，内心惶恐不安的情景。甚至可以体现出创作者鄙夷的态度。Gonna hurt you. Stay away from me. Wendy. Stay away. Darling, light of my life. I'm not gonna hurt you. You didn't let me finish my sentence. I said I'm not gonna hurt you. 另外，从俯视角度看，观众会处于一种上帝视角，仿佛全知全能，能够了解一切。歌舞表演中采用这种角度，整个画面会变得十分具有造型美感。第三个大角度是仰视角度，此时摄影机是从下往上进行拍摄的，往往会突出夸大拍摄对象，使得拍摄对象显得高大挺拔，会让人产生一种仰慕、崇敬，甚至是敬畏的心理。封赏，为擒杀贼，不求封赏。大秦治下，必有封赏。此外，采用这个角度拍摄，还可以交代角色和环境的特殊关系。有时候通过仰拍揭露出来的环境细节，往往是为接下来的悬念揭开埋下了伏笔。
此外，从仰拍角度拍摄人物动作时，会更突出人物整个的一个形体轮廓，因此呢，导演往往会采用这一个角度来强调动作的特殊寓意。第4个大角度是倾斜角度，此时摄影机故意没有放在水平面，不管是水平线还是垂直线，都变成了一种倾斜状态。当采用倾斜角度来拍摄人物的时候呢，可以说是人物此时心理情绪的一种外化，整个人仿佛是摇摇欲坠，快要倒下一样。喂，请问朱秀慧在不在？我是何志武。哎，小学4年级同班同学坐在你隔壁那一个啊，你记不记得啊？不记得啊，没事了，拜拜。以上呢就是这一期视频内容的分享了，欢迎在评论底下留言回复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